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oca 故事村，我是村长 Poca。在这个节目里，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收听 Podcast 的朋友，也可以点击本集简介中的链接，欣赏本集的插画，或是可以直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Poca 故事村，观看影音故事哦。Hello， 大家，中秋节快乐！不知道这个中秋节假期你有没有烤肉呢？由于这一周的故事呢，是原本上一周要播出的内容，但因为上一周村长正忙着准备演讲的工作，没有办法更新故事，所以才延到这一周。以至于呢，这一周的故事呢，有点可惜的是和中秋节没有关系。那如果你想听听 Poca 村的中秋节，建议你可以收听第37集的 Poca 村的中秋节，或是第72集的 Poca 村的月亮饼，以及第111集的寻找月饼小偷，都和中秋节有关系哦。另外，最近有朋友在询问 Poca 村会出版2026年的桌历吗？答案是会的哦。目前村长正在排版中，如果呢有预购的消息，也会尽快的和大家公布。欢迎大家可以先把桌历的额度留给我们哦。另外，也想和大家修正一下接下来的节目更新时间。由于村长之前呢是想要每10天更新一次，但由于有时候更新的时间呢是在平日，造成不管是收听率或是收看率都不是很好，所以接下来村长会调整成每2个星期更新一次，那更新的日子呢都会定在星期日哦。那希望这样子延长更新的日子呢，可以让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不管是在故事内容或是在插画绘制上面，都能够更精彩以及更精致。好啦，事不宜迟，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小河童日记。欢迎来到小河童日记。今天的日记是10月5日，秋天渐渐靠近了。我的爸爸喜欢钓鱼，从在小岛居住时，他就时常在海边钓鱼。即使看到我和妈妈都在水中游泳，爸爸还是会选择坐在岸上，拿着钓竿，静静地等鱼上钩。好不容易等到鱼上钩了，但若是遇到太小只的鱼，爸爸就会对着它说：“小不点，回去吧。”然后就把鱼放回水中。爸爸妈妈以前就叮咛我，千万不能捉小鱼，或是肚子里有小宝宝的鱼。这是为了让鱼群能够有机会繁殖与长大，我们才能抓更多的鱼。所以我可以了解爸爸为什么这么做。但有时我们家的冰箱已经有太多的鱼食，爸爸还是会去钓鱼，但就是为了钓鱼而钓鱼。当他钓起鱼来时，他就会仔细看了看这条鱼后，就把鱼放回水中。这让我和妈妈都非常的不了解，毕竟
对于跳进海中或是湖里就能抓到鱼的河童而言，钓鱼真的是一件很缓慢、很无聊的事情。更何况钓到鱼后又把鱼放回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暑假，爸爸休假时就会陪我们到高山湖区工作。我和妈妈在湖里捉鱼时，爸爸就会开着小船在湖上钓鱼。我和妈妈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有时也会到爸爸的小船上欣赏他钓鱼。久而久之，我慢慢的可以理解爸爸喜欢钓鱼的原因。爸爸钓鱼时会带着几只他亲手做的钓竿，还有一个工具箱。工具箱打开是各式各样的鱼饵，有的像是只彩色的小鱼、虾子，又或是软软的又有弹性的假蚯蚓，以及长得有点可怕的虫。爸爸有时也会用玉米、小麦以及其他神秘的配方搅拌在一起，自己制作鱼饵。所以每次到湖上，爸爸就会迫不及待地拿出工具箱，轮流试用着不同的鱼饵适合钓哪一款鱼。像是爸爸的自制鱼饵就很受群鱼的喜爱。群鱼是一种在高山湖中会成群结队到处游来游去的鱼种。只鱼有着长鼻子，长得像大象的象鱼，则喜欢假蚯蚓；而有着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的大嘴鱼，则喜欢爸爸其中一款彩色小鱼造型的鱼饵。这些都是这段时间爸爸研究的成果。或许过几天，爸爸的工具箱中多了其他的新鱼饵后，又会有不一样的研究发现。鱼饵是我勉强看得懂的部分，其他还有钓鱼线与鱼钩，在我眼中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却会因为些微的不同，影响爸爸能不能钓到鱼，或是钓到多少鱼。所以比起钓到鱼这件事情，我觉得爸爸更喜欢研究的是使用不同的钓鱼工具可以钓到哪些不同的鱼这件事情。这和他总是在厨房里尝试使用各种食材、调味料与烹煮方式，制作出不同的美味料理的兴趣好像有些相似。这也让我感觉到，原来在我眼中，那些看似简单甚至无聊的小事，
其实藏着许多精彩的世界在里头。我好像可以理解爸爸的心情了。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之后，也想问问你或是你的家人或是朋友，有没有哪些兴趣？而这些兴趣呢，在别人的眼中看似是一件简单或是无聊的小事，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在里面呢，都欢迎你与我们分享哦。好啦，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不要忘了按下订阅键哦。那如果你喜欢小河童，欢迎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小河童成长系列绘本，或是到村庄的小商店购买小河童的造型抱枕。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节目，欢迎请我们喝一杯咖啡，支持村庄发展，让村长能够将更多有趣的故事带给大家。那么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我们下一集见。